你好，我是阿力，非常抱歉啊，前段时间由于是精力有限啊，没能及时跟大家分享交流。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这个频道的视频啊，就按时按规律的进行更新了。那么争取呢，每周能更新1到2期。会员频道呢，我争取每周要做至少1期的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币圈的一些大事情啊，以及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这个狗狗币，还有啊，我对最新上线的这个宝贝币啊，Baby Dogecoin 的一些看法。那么视频的最后呢，我会跟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的走势啊，欢迎大家点赞、留言、转发。那么最近几天发生的大新闻里面啊，我认为 Robinhood 的这个 IPO 是最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么这个软件啊，是很多在美国的朋友，包括我个人在内呢，也是一直在使用的。那么7月2号的时候，根据向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的这个文件显示呢，美国股票及加密交易应用程序公司 Robinhood他递交了美股 IPO 的申请啊，他打算呢最多筹资1亿美元。那么该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啊，股票代码为 HOOD。那么此次发行的是有高盛、摩根大通、巴莱克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瑞汇银行等牵头。此外呢 Robinhood 还表示他们这个月活用户的数量呢为1770万。2020年的营收呢是 9.59 亿美元，2019年的营收是 2.78 亿美元，预计将受到监管程序的监管。那么监管程序可能大幅的增加成本。根据 SEC 方面的 IPO 的文件，在截止到2021年3月31日的这3个月里面啊，就是2021年这3个月里面，那么由流行的交易软件 Robinhood 总收入的 17% 来自加密货币交易带来的收入，而其中约有 34% 的营收来自于狗狗币的交易。所以说这个狗狗币给 Robinhood 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利润。那么根据我自己使用 Robinhood 的这个心得体会啊，我个人觉得这个软件呢是优于 Coinbase 的。那么做美股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股票的 IPO 上市的情况啊。那么如果说 IPO 上市前它能够解决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啊，比如说 Robinhood 如果能够解决到钱包的问题啊，那么对于比特币、以太坊以及狗狗币都是一个极大的利好。那么反过来讲，如果说这个行情持续走低，Robinhood 的 IPO 将出现很大的未知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它这个收益的营收里面的 17% 来自加密货币，而这 17% 里面有 34% 是来自狗狗币的交易。如果说行情进一步的恶化，进一步的走低的话，那么 Robinhood 的盈利将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关于比特币和狗狗币的走势啊。那么越是临近大的转折点，这个争议呢就会越来越多。最开始的时候啊，宝儿爷喊熊市来的时候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人在胡说八道什么。那么等过了好一阵子，我才明白过来，宝二爷是真的很牛。那么能够提前这么多天提醒大家，那么我们这帮包括我自己啊，我们这帮凡夫俗子还不相信啊，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经历了啊，那么代价呢是非常的沉痛的。如果说这个时间无法倒流啊，那么大家只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啊。那么在以后的这个投资中啊，不要再犯错，这就是这一次大家学到的这些最大的一个收获啊。那么我最近这段时间同时也在反思自己在5月8号之前的那些做的一些节目的盲目看多。那么我在最开始讲狗币的视频里面曾经讲过啊，如果大家呢都看到1美元，那么我们就要在1美元之前给卖掉。但是呢，后来我在媒体上看了越来越多的新闻，让我觉得肯定会一口气站稳1美元。那么出现了这么一个错误的判断，那么不仅让我自己没能够锁定收益，也给很多朋友带来了误导。在这里呢，非常的抱歉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大家也都看到了啊。那么最近有一个叫宝贝狗的这个新币种的出现，如果说你已经参与了啊，那么我只能说见好就收，不要太贪心。这个币呢，说白了就是一种空气币啊，不管是谁喊单，最后呢，它只是昙花一现啊。大家参考一下这个实币啊。那么如果说你没参与的话，也不要 FOMO， 不要就是说过度担心说会错过什么东西。那么目前比特币、以太坊、狗狗币的价位都是在低点了，那么你该抄底的抄底啊，抄这3个币种啊，那么该补仓的补仓，
补仓啊。如果说真的是没有子弹了，也不要割肉，耐心的等待行情的好转。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要这么说呢？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乱讲的。那么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个图片啊，谷歌的搜索指数显示7月3号的时候，比特币的热度是18，狗币是4。那么这两个币的热度呢，目前都降到了谷底。那么根据我们之前讲到啊，只要是在比特币的热度在20以下的时候，通常就是抄底的好时机了。那么同时我们再辅助看一下下面这一张图片，那么这是币世界根据很多参数啊，其中它也参考了谷歌的这个搜索的热度指数，今天的这个恐慌的指数是20，极度恐慌。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指数呢，它是比谷歌指数更加靠谱的。那么这个指数同时也显示目前是可以进行抄底了。那么大家抄底归抄底啊，那么行情到底什么时候该启动呢？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一个指标可以去参考，目前只能等。那么我在最近没有出视频的这些天里面也在跟很多朋友进行交流啊。那么大家目前呢都是处于这种六神无主的这个状态啊，而此时此刻的大家呢，也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不能放低警惕。那么最好的做法呢，就是少去关注这个新闻动态。如果说你真的特别喜欢看新闻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些很简短的新闻，但是呢，没有必要去看长篇大论的这些解读，因为所有的新闻解读这些稿子呢，它都是人写出来，对吧？那么只要是人写的呢，就是一定会带着这种主观性，那么有主观性呢，就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噪音。那么我认为最佳的状态呢，就是该干嘛干嘛，把这一切呢都交给时间。那么时间呢是最好的解药啊，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全部交给时间，让跟时间去做朋友。那么只有你跟时间做朋友了，你跟这一切都释怀了，那么等这个行情真正来的时候，你才能够没有就是被这个甩下车，对吧？那么这也是这个我今天非常想要告诉观看我们视频的这些朋友们的最关键的一个点啊，就是一定啊hold 住啊！到现在了，如果你还没有下车的话，就不要说再来几次往下探的这个探针，就不要被甩下车了啊！那么就是你一定要留有一定的这个子弹。如果说我刚才也讲了，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子弹的话，那么就躺平好了，那么就慢慢的去等待这个行情。那么这个有熊呢，它就一定会有牛。那么等你度过了这个漫长或者是哪怕是不太漫长短暂的这个熊市之后，那么牛市一定会到来啊！那么一定要耐心的等待，跟时间做朋友。那么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么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个动态的话，我们这一周呢再会出一期视频来补充一下啊。那么同时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天我没有更新视频，大家一直在坚守在我这个频道里面没有离开，非常感谢大家。好，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peace。